我不告假，我不要离开学堂。为什么？我想过了，我现在不能离开学堂。虽然我的真实身份不是文斌，但是参加堂考的人是我，王石批准的是我，所有同门认识的文斌都是我。丁先生，请您认可，我就是文斌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如果不离开的话，便是死罪。面试的时候，我已经拒绝了王石的好意，可是他依旧让我进了学堂。我何罪之有？您曾经说过，做学问是为了天下百姓，难道女子就不可以为百姓出一份力吗？云上学堂是男子出仕为官的地方，女子没有出仕的资格，甚至没有进入学堂的资格。那您曾经教我们的知识都是假的吗？对女子而言，是的。学生不这样认为。从进入学堂到现在，我的所有表现跟那些男生没有差别，甚至很多地方都比他们强。您凭什么断言女子就是不如男？你的想法是好的，做的也很好，但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就是天和地。你不要太天真了，时机不成熟，你的身份暴露的话，便是死罪。你不顾自己的性命留下来，勇气可嘉，我也有想过，但是我另有安排，你就别冒风险了。请您给我一个机会，我想参加大社里，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天下女子，更是为了一个公平。抛开男女，一个人，特别是唐生，上了战场就不可以放弃跟逃避。你这样做，值得吗？值得。还是不肯写悔过书吗？我从未犯错，为何要悔过？宁愿丢掉性命，也不思悔过。你这么做值得吗？值得。我会向您证明，男子能做到的事情，女子也可以。请您能够成全我，给我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，去实现心中的理想。如此说来，你连弓弦都拉不开的女子，是可以在大社礼上拿到冠军了。如果想要我承认你是文斌，如果你想要留下来的话，你就要事事比别人强，这样别人才不会怀疑你的身份。所以这次大社里，你必须要拿到冠军。你做得到吗？我会做到。唐生文斌，我会继续帮你隐瞒身份，但你自己也要谨小慎微，千万不能有一丝纰漏，否则你、我还有你的家人就会万劫不复。唐生文斌，谢丁先生成全。如果你拿不到大社里的冠军的话，我依然会将你逐出学堂。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。我希望你的梦想不要像这张单子一样。哎呀哎呀，这么努力啊！啊，不错，不错呀！看我给你拿剑来了，文斌。哎，看看，这才是我认识的文斌，打不倒的文斌。哎呀，大神保佑啊！我想跟你一起去实现你说的奇迹。来。哎呀，这可是程俊想出来的好点子啊！看吧，奇迹出现了。合适。我看我师弟凑数都勉强，哪有什么奇迹？那要不然，你去教他两招？这2天学堂大社里准备放假，我要趁这个时间回家一趟。
回家？这个时候吗？厉害！哎呦，原来你们在这偷偷练习呢！哎呦，就这水准呐！啊！风城俊，我们就是观摩一下，你们继续。不打扰我们练习就好。雷泽信也在这儿，莫非说你成了风城俊的组员？得搂一手吧。文斌，过去。张兄，不用管。没事没事。程俊，风邪入侵还没好，等过些日子大赦礼的时候啊，一定能恢复过来啊！吕昭荣，学长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此次的大赦礼对你出世至关重要。是，所以我希望你在选队的时候，可千万要看准了。哎，这个学长啊，您说的对啊，您看我这风师是不是？但是我觉得我再不行，哼，我也比他强。一把年纪了还嘴硬。文斌呢？你试试。这剑都成羽毛了，不过弧线还挺美的啊！哎呀呀，文斌啊，这个手无缚鸡之力这句话，原来是为你准备的。边弟，不必勉强，我们多加练习。风城俊，如果大赦礼你还想进决赛的话，我建议你将无能之人淘汰掉。重新组队，不劳您费心了。文斌，你要加油啊！可千万不要在王师面前丢脸，不然我们全体唐生都会为你脸上无光的。大师礼见喽。好，我拭目以待。不过既然是比赛，就会有输赢，是不是应该有所表示呢？这样吧，输的一方应该给赢的一方认错臣服。如何？行啊，学长你自己说的哦。出言无状，居傲无礼，这是你跟风城俊两个人的通病。我一定不能让你们卑劣的品行传染到其他的唐生。这次的大赦礼，我一定要将你们的顽疾根除。先凑些人数再吹牛吧，免得连入选、初赛的资格都没有。我们不用管他们。来，大神会保佑我们的。文斌，1、2、3，加油！不知道大小姐想要学些什么呢？我想做一个有独立品格的女子。独立的品格，是说对这个世界和自己有独立认知的人，要有好的德行。一个人的德行，就是一个人的修为、知识、内容和层次。其实，如果有了独立的品格，就代表着跟这世上的万事万物相融，而正是因为这些相融，才显示出浊而不群的品格呀。那我应该怎么做呀？只要你持之以恒，你一定会成为比你想象中更优秀的人。云深一抹朝阳，两处青苍萦绕学堂，耳边书声朗朗，提笔墨砚书写两行。雨花敲打寒窗。
宣之为干。莫猜一声响，声叹千年智慧跃然纸上，天地被云藏。要你遇上入学堂，早笔一刻结果，只待某天已经幻想。少年一刻千金，生年不等，昨日好时光。要你去云游四方，学而不思则罔，壮志凌云前路锋芒。某天岁月流转，日月天长，初心不回光。要你遇上入学堂，早笔一刻结果，只待某天已经幻想。少年一刻千金，生年不等，昨日好时光。要你去云游四方，学而不思则罔，壮志凌云前路锋芒。就算日月天长，初心都不会遗忘。要你去云游四方，学而不思则罔，壮志凌云前路锋芒。某天岁月流转，日月天长，初心铭记心上。丁大人，这边请。丁某现在只是一名教书先生，雷大人就不要再称呼我为大人了。哎，丁大人过谦了。您屈尊去了云上学堂，可不只是教书这么简单吧？哪里哪里。啊，丁大人，请坐。请。啊。丁大人深夜来访，所谓何事啊？在下想知道薛定坤家属的情况。当年属下奉封大人之命，把该杀的人都杀了。您所指之事，我都向封大人禀报过了。我记得丁大人好像当时也在场。果然是封继昌，封成俊的父亲。封刺史否认过这件事。那么雷大人是如何得到指令的呢？下官接到封大人的指令，已经过了好几道手。不过我猜测，是韩别驾得到的指令，命令羽林卫这么做的。不过最后，封大人自己却否认了。令郎雷泽勋也是这件事情的牺牲者。雷大人就没有查过背后的主谋吗？当年，薛先生的举措损害了贵族的利益，掀起了巨浪，这必然是贵族所为。但至于具体的某个人，雷某没有证据。当年薛夫人身怀6甲，雷大人如何下得了手？
下官也是为了保全长子性命和全家人的安危，才迫不得已的。看来雷大人还是不肯实话实说。雪先生的家人都还活着，是雷大人放过了他们吧？丁大人莫要相信道听途说。雷大人不必紧张，丁某与雪先生亦师亦友。如果真是当年雷大人放过了雪先生的家人，丁某感激不尽。哎，不必如此。既然雷大人不愿意提雪家之事，丁某也就不便多问了。那么，当年给秦北川报信之人，也是雷大人吗？是木匠，木统领，当年是第一个得知要缉拿雪先生和他门徒之人，他也是雷某的恩人呢。幸亏有他及时通知，雷某做了准备，才保全了家人的性命，也让泽勋多活了几年。唉，可惜好人没有好报，他一家人却蒙冤，被打入死牢。木匠，多谢雷大人坦诚相告。丁某希望有朝一日能还雪先生、令郎，还有所有牺牲的人一个公道。木江统领不让好人枉死，得罪贵族，全家被打入死牢，何时沉冤昭雪？娘，终于有人为你们伸冤了。属下可以确认，是一个人所为。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我揪出来，听见没有？
遵命。属下记得，这个家伙上一次就是在云上学堂的路口不见了踪影。也正是如此，属下才被柳千义先生阻止，不能继续搜捕。云上学堂，可云上学堂的管理向来严格有序，该不会是唐生吧？唐生？哇，看一下。哎，文斌，都在靶子上呢，太厉害了！哎，师兄，瞧瞧，真不容易啊！他真的做到了。对呀，都在。你小子可以啊！哎，刚好我们组差一个人，你加入我们呗。被求的感觉一定很开心。当年雪先生的举措损害了贵族的利益，掀起了巨浪，这必然是贵族所为。哎，泽信，今年是你在学堂最后一年了，你之前扣了太多品格分，只有拿到这次大社里的冠军才能补回来。你要是想出世的话，这是最后的机会啊！不是所有人都和你们一样想走关，让开！干什么呀你？雷泽信，你自己一个人什么都做不了，怎么和纸糊的一样？哎呀，谁让你下手那么重？我带你服药去。你的本事就用在你兄弟身上吗，师兄？走。我不知道你曾经发生了什么，你要接受世界，才能接受自己。一个人，只是匹夫之勇。你这家伙敢教训我，你想死吗？哎，干什么你？泽信，你疯了！你这是？我和你有多大仇吗？你这脾气这么差呀？你没事啊？哥，也许师弟说的没错，风城俊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人。我发现，我并没有那种人强。我是不是很失败啊，哥？你要真认为自己优秀，你就应该奋发图强，从学业上去超越他们，让那些瞧不起的人自叹不如，这才是真正的强大，这才是最有力的挑战。你要接受世界，才能接受自己。一个人，只是匹夫之勇。你自己一个人什么都做不了。学生雷泽信要像哥哥一样努力学习，将来有所成就，为民造福，追求真理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宁可流血，也不能流眼泪。到时间了，走吧。子信，哥，子信，就算有一天你走投无路了，也不要失去信心。再说了，还有我呢。
师兄，就算我这手伤好了也没用。马上就要大赦礼了，你要是不加入我们，我们连初赛都进不了。大家都希望你能加入呢，一起多好。你为什么非要这个冠军不可？我想证明自己。师弟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输掉比赛会怎么样？师兄，我们要一起努力去争取胜利。只要是比赛就会有输赢，想赢就能赢的话，那我们大家一起想好了。你明明知道大家都需要你，我看你就是故意的。你小子，一切只为赢，一切都是为了风格，有风格就行了。我们3个是一个房间的，我们当然一起上战场，一起胜利了。云帝，人各有志，不必勉强。明天我去邀请别人。你想邀请谁啊？我得同意。邀请一个自信、有担当、愿意加入我们的人。你如果不是怕输的话，干嘛不敢参加大赦礼？谁说我不敢去大赦礼了？那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？难道你想加入韩胜志队？对啊。真是个不知死活的家伙，敢挑衅我！睡觉。学长，学长好。学长好。学长。风城俊，你们团队凑齐5个人了吗？还没有。那你还挺淡定。我倒是希望你们能够赶紧凑齐5个人，这样我们就能在赛场上一决高下，我也好让你输得心服口服啊。要是因为你们人数不够而导致我们不战而胜，那赢了多没意思啊！你说呢？这个就不用你们操心了吧？你小子终于开窍了啊！真是有趣。你小子伤势怎么样了？早就痊愈了。我手中的弓箭是不会留情面的。很好，你这股狂劲儿，我早就想修理修理。哼，哎，别自吹自擂了。真有本事在大赦礼上和我一决高下，我迫不及待。哎，你们这些家伙赶紧吃，吃完赶紧练剑去。快吃！我可不想让某些人随了心愿。走。哎，看什么看啊？有什么好看的？赶紧吃。风院长，2位先生，有一件很不合逻辑的事情，雷泽信也加入了他们的团队。谁的团队？风城俊和文斌。有了雷泽信的加入，这风城俊他们离冠军就更近了一步啊！风城俊族和韩胜志族，风氏家族和韩氏家族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风院长，你在苦恼什么呢？我是想雷泽信，他会不会为难程俊和文斌呢？刘先生，这雷泽信和风城俊相比，这2个人的剑术如何呀？雷泽信自幼跟我习武多年，单射箭这项技能来看，云上学堂的唐生当中，那是无人可及。
哎，雷泽信这个桀骜不驯的浪子，真是一步一步的在走入正途。这场大赦礼，真是越来越让人期待了。这雷泽信真的会帮程俊和文斌吗？封院长，这个问题您刚刚问过了。那你们回答了吗？啊？啊？这个10分也太难了吧！你那个姿势还是不对。哎，这功可够硬的。现在轮不到你说3道4，管好自己就行了。师弟，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杂念太多，一心只想射中靶心，拿到冠军，就会急躁，导致眼睛和双手出现偏差，明白了吗？嗯，明白了。要心如止水。对。你只需瞄准靶心，享受箭射出那一刹的快感，人剑合一。哇！我试试。也还行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哎呀，哎呀，对不住了各位，真是老了，恐怕呀要拖各位的后腿了。你别练了，啊？回去好好休息，明天认真发挥就没问题。行，泽信，有你这话，我心里就踏实了。加油，大神会保佑你的。啊？怎么才8分？平时都是10分的。你这个家伙，有实力，但是心理素质太差。明天大赦礼是由王师亲自主持，现场还有那么多人，我真担心你一时紧张，不及格。胡说！我肯定能发挥好的。你能保证吗？那怎么办？我有办法。这样真有用吗？昭辉兄他一直寄希望于神灵上神，他一定觉得这么隆重的祭拜一定能得到孔圣人上师的庇佑，他心里有了安慰，在大赦礼上肯定会举止泰然。多少管点用。孔圣人在上，保佑我们在大赦礼上面能够取得好的成绩。想不到雷泽信平时放荡不羁，在这件事情上却显得冷静，真让人意外。我们能够拿到冠军。泽信兄，我有预感，我们一定能拿到冠军。哎，你们几个家伙，快来跪拜孔圣人！啊，来！今年的大赦礼搞得这么隆重，是何道理？王浩真真的是替陛下主持的吗？王浩真这么器重丰城郡，难道是为丰城郡而去？莫非他想扶持丰城郡做学长不成？爹，哥哥应该尽早出世才对啊，何必一直留恋云上学长之位呢？你懂什么呀？
你怎么手里成天拿本书啊？爹不让女儿看书，难道要女儿成天睡大觉不成啊？女子就应该做好女子分内的事情。看书就不是分内的事情了吗？爹希望哥哥博学多才，见多识广，也应该对女儿有一点希望吧。敏儿长大了，也想替爹爹分忧呢。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倒是真的觉得你可能长大了。你既然想替爹分忧，那爹现在有个问题就要考虑。爹，其实你不用担心丰城俊会抢走哥哥的学长之位，因为丰城俊他一心向学，肯定没有心思设计长议会的事情。你这么了解丰城俊啊？啊？没有，我就是听哥哥说了几句学堂的事情嘛。倒是哥哥做事太过自我了，而且不懂得人情世故。我觉得爹爹有必要为哥哥做一些事情了。敏儿，爹问你，那你觉得爹应该怎么做呢？学长，失误，我再来一次啊！你给我听好了，最好赶紧把分数给我提高上去，我必须要这个冠军。本来凭你们4个，我们稳赢的，谁能想到现在雷泽信这样？那又何妨？这不是正好凸显出我们的实力吗？李真，你必须要争气啊！变身呐，你这次一定不能有失误，明白吗？如果这次大社里圣智拿不到冠军，就没办法向我叔父交代。开饭！哎，干嘛那么着急啊？这孩子这么多好，你看这个，有点出息。美人，美食，今天什么日子啊？这是大神赐予我们的礼物啊！哎，淡定。学长体恤各位同门为大社里所付出的努力，所以特意让学妹韩淑敏小姐来为大家准备了美味的食物，希望各位明天可以好好表现，不枉学长的一番苦心。好，这么做。这些食物是我哥哥特意嘱咐我，让我准备给你们的。师弟，我们走。去哪儿？韩胜志这家伙一直以来这么针对你，他给的东西你能吃得下去吗？希望大家吃得开心。哇，好。走。哎，你们俩这是干嘛去？风公子。哇，是吧？韩小姐，我们怎么没有啊？给我们也来点嘛！